儿子儿媳妇，你们呀就先在山庄内住下来，缺什么跟我说。不用了，我还得回去西神域。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吗？没事，只是马上万山林要有一场比试，我的无极门的同门们都在等着我回去。这么久不回去，他们估计要急坏了。算算日子，时间应当就在这几天了。无极门，我倒是对西神域的万山林有所耳闻，这无极门我怎么没听过？排在第几呀？东后自然没听说过，无极门才刚刚挤入108榜。儿媳妇，在一个小门小派，实在是太委屈你了。你呀，直接留在东神域吧，以后你就是东神域的天，有母后罩着你，你走到哪里都横着走。无极门与我父亲有莫大的关联，我得将之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无极门有些耳熟，那你父亲喜欢什么？我得派人好好准备准备了。儿子娶媳妇儿，我得风风光光的操办起聘礼。家父如今不知所踪。好孩子，你放心，以后我是你的母后，谁敢欺负你，你告诉我，就算是我儿子，我也不会放过他。清晨丫头啊，数日不见，你倒是让吾等大开眼界呀。申使大人，您此刻前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娘亲，娘亲，为什么你都不理我们？方才我们拼了命的在跟你打招呼，可是你都不搭理我们。方才是娘亲不对，娘亲本想着一会儿再去找你们的。我们还以为娘亲不要我们了。臭小子，娘亲怎么会不要你们？你们是娘亲的心肝宝贝。那娘亲，我们要亲亲，亲亲了才能安抚受伤的心。小家伙，人小鬼大，怎么样，可好些了？好多了，嘿嘿，娘亲真好，娘亲的亲亲好香。的确，我心里舒服多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之前每次爹爹受伤都要娘亲去疗伤了。果然，娘亲的亲亲是疗伤最好的方法。狗男人，儿子都被他给带坏了。娘亲，以后我们要是哪里再不舒服了，你一定要多给我们亲亲哦。你们敢？娘亲，我们好怕，我们的心灵受到伤害了，要亲亲才能平坦。啥？你们是清晨的儿子？嘿，漂亮奶奶，你好啊，我们是娘亲的儿子哦。是的，漂亮奶奶。臭小子，你们敢再让你娘亲亲一口，看我不打折你们的腿儿！娘亲救我，漂亮奶奶救我！臭小子，我警告你，这两个孩子是清晨的儿子，就是我的孙子。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老娘我跟你没完！我警告你，你这是在虐待孩童。他们是清晨的儿子，我不管他们的爹是谁，总归他们入了老娘我的眼了。臭小子，你要是不想当个好后爹，老娘我才要打断你的腿儿！你既接受了清晨，就要无条件的爱护他、呵护他，也要呵护他的儿子，尤其是这么可爱的儿子。我解释成后爹了。后爹？那个漂亮奶奶，其实……瞧把孩子给怕的，说话都不利索了。别害怕，有你们漂亮奶奶在，没人敢动你。可是他不是……放心，就算他不是你们亲爹，也没人能撼动得了你们在漂亮奶奶心底的位置。漂亮奶奶第一眼见到你们呀，就喜欢你们了。你们在奶奶心底比亲孙子还亲。你后爹若是再敢动你们，漂亮奶奶我就不认他了。一个男人是要为自己所有的选择负责的。既然他选择了你们娘亲，不管你们娘亲有什么样的过往，他都要全方位无条件的包容。若是他敢对你们动手，那就不配当我儿子，我会重重的惩罚他的。我怀疑我是不是认了个假的亲，这确定是我的亲娘吗？那个漂亮奶奶，他不是后爹，他是咱亲爹。什么？那是我亲爹，也是我亲爹。我就说，谁家孩子能长得这么漂亮可爱？原来是我家的孩子，真不愧是我孙子。瞧瞧这模样，实在是有漂亮奶奶我当年的影子哟。哎呦，还有这小脸儿，简直跟你们爹长得一模一样，也跟我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啊！一看就是我们家的血脉。儿子干得漂亮啊，早早给我生了俩孙子，不愧是我儿子，有我当年的风范。这脸变得可还行。漂亮奶奶，我们也有你当年的风范哦。那是自然。好孩子，
告诉奶奶，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小叶，我叫小莫，我是哥哥。我是弟弟哦。好，以后你们二人，奶奶我罩着了。要是你们爹敢欺负你，你们就告诉我。好。清晨，苦了你了，替我儿子生了2个孩子。不辛苦，他们很值得，他们是我的另外一条命。娘亲，我们好爱好爱你。娘亲也是我们的命。小子，不爱爹爹吗？也爱爹爹，但是爹爹总是跟我们抢娘亲。不跟你们抢，你们就等不到妹妹了。那我们还是让一让爹爹好了。清晨，从此以后，你们还有我，还有整个东神域。我知道。这个你拿着，打今儿起，整个东神域由你号令。多谢东后，但是这兵令太过厚重，我暂且承受不得。怎么就承受不得了？这天底下只有你才能接过它。我暂且还有事，得先离开。这兵令还请您先保管着，有兵令在，方有保障。那宝贝大孙子，奶奶将这兵令给你们留着。大孙子，你们娘啊要回西神域处理事情，这些时日你们便跟着奶奶留在东神域吧。不行哦，漂亮奶奶，我们要回神庙好好修炼的，不然我们就不能保护娘亲了啦。漂亮奶奶，我们要不要去见一见爷爷？见他干嘛？他害我跟我儿子分离了这么多年，让我也险些见不到我的大孙子。暂时就不让他见你们了，让他自己反省去。唉，多好的孩子啊！东后，既然如此，那我也先离开了。放心，我们日月府的寿宴再见。清晨，本宫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日月府的事情，既是您的事情，也便是我的事情。天命塔已取，一切都会解决的。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原本以为你这辈子都突破不了第8重，不曾想，嘿，今天你总算是突破了。是谁？看来时间隔得太久了，哼，你都不认识我了。不过也是啊，这都过了上半年了，你都经过了10世的轮回，脑子没有以前好使，这也算正常。哦，神龙之主，你也是啊！哎呀，怎么都第10世了，你还是这么暴躁的想揍啊？不过我说神龙之主啊，你是揍不着我的，就别白费力气了。当年你就揍不着我，哎，神龙之主，这都10世了，我说你也该改改脾气了吧？别说，这天命塔的这道声音，当真是欠揍。说吧，你想干什么？哎，我说别紧张啊，我只是在履行当年与你的约定。当年我乃是您的契约之物，承诺过您，只要您每打开1重塔，便会给您相应的传承宝物。如今这都第9重都打开了，趁着现在清静四下无人，我便准备将东西交给您。是这样吗？我还能骗你不成吗？啊，真是枉费了我在这神域等了你这么多年，也为了保住我的贞洁，在那冷凄凄的忘川海内，我等了这么久。好，那东西给我吧。这是天命塔第9层的东西啊，我都交给您了，接下来就靠您自己了。那前8重呢？您在找前8层的东西吗？这不是废话吗？那前8层的东西都丢了，包括里头的天命诀跟宝物。那我要这第9层有何用？我只是按照约定将该给您的东西都还给您啊，至于其他的您自己想办法吧。毕竟当初您是遭人暗算才丢了前8层的，怨不得别人啊。我突然觉得这天命塔怎么就这么傲娇呢？不过我会拿回前8层的东西的。好啊，那我等着吧。啊，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帮您回到您曾经所在的地方啊。毕竟这才是我等了您轮回这么多年真实的目的，也是神龙之主拼尽了力量让您轮回的目的。不过想让我回去的话，须得开启整个天命塔。哼，好家伙，原来在这里等着我。那如何开启？随缘吧，我也不知道哪个机缘能够打开。毕竟这第8重到第9重，那是经过你们10世轮回，想起来当年的事儿，才得到机缘开启的。也许，你们再死一次就能开启了。我总算是知道，为何神龙之主一直想要揍他了。这厮说话实在是太欠揍。神龙之主，你怎么这样暴躁？这样不好啊，不好啊！那更何况您都轮回这么多次了，您只怕……哎呦！看到了吗？不是说本尊做不到你的吗？只要我想，没有本尊做不到的。哪怕是轮回了10次、100次，我一样能揍到你。哎呦！
我错了，神龙之主，哎，不，我错了。知道错了？哎，这真的错了。好，那本尊问你，如何开启第10层与第11层？你想好了再回答。哎呀，这个我真不知道啊！当年领主每打开一层，那都获得了极大的机缘。打开第1层，乃是领主觉醒了金凤血脉所致；打开第2层，是领主与神龙之主相遇所致；打开第3层，是领主与神龙之主第一次相拥所致。那第8层乃是当年领主加封领主之位那日打开，随后数年便一直停留，未有突破，一直到他出事儿。至于第9层的机缘，你们都知道啊，便是当日忘川海上，你们2人想起了当年的事情。总而言之呢，这机缘啊，便是你们2人的变化啊，便是你们2人人生的变故。人生的变故，就是不知再多个孩子算不算？哎呀，这个嘛，倒可以试一试，万一呢？这才像话。清晨，咱们可以尽快试一试。不着急，若是如你所说，这些变故会催动着天命塔带我们离开，那就更不能急了。这里的事情尚未完成，风清瑶的力量又不是我们现在能比得了的，只有再慢慢等了。我绝对不能容许任何意外发生。毕竟，万一呢？天命塔，还有别的事情吗？暂时没有了，领主大人啊，我等着你开启下一重，希望不会让我等太久啊。好，既如此，咱们就先行离开吧。万山林那边，再过2日便是万山比试，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好了，快点吧，你们赶紧出去吧。这天命塔那一刻钟，相当于外头半天，那你们已经在这儿待了快半个时辰了。你不早说。师妹，你没死，你回来了。他们打的吗？放心，师妹，你师兄我很耐打的，不会被打死的。你们先下去休息休息。清晨姑娘，你在干什么？你这是在扰乱比试现场。你身为无极门的弟子，怎可如此肆意妄为？比试规则上说，可有一次换人的机会，所以接下来换我上。换人也只能换一个，你将3个人都丢下了场，岂不是默认另外2个人认输了？嘿，我看你是来帮倒忙的，真是一个无知的蠢货。哼，对付你们这些垃圾，我一个人足够了。都还愣着做什么？既然换人成功，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今日在这场比试之中胜出者，本宫重重有赏。上啊！先将这臭丫头解决了！还在干什么？莫不是吓傻了？哎，看他来势汹汹，我还以为他有多大的本事啊，原来不过如此，竟吓得不敢动他了。可惜了，无极门此次就葬送在这一个女人的手上了。摆阵，莫浪费时间了，一起来吧。一起上，将这妖女甩出去。让我想想，是将你们就这么杀了呢，还是要怎么处置？要干什么？此乃万山林的比试，你怎敢胡来？哼，我胡来了吗？我怎么没在规则榜上看到有不准许杀人的明令禁止呢？明明这是一场公正公义的比试，却变成了另外14个宗门对无极门的围攻，我断容忍不了。大胆妖女，竟敢在比武场上胡作非为！这是万山林的比武，岂容得你胡来？凌云门主说笑了，这最后一轮比试不是最崇尚自由吗？你这是在公报私仇，所有的人都看得明白，你是在蓄意为难。那还真没有，我不过是紧随你们的步伐，也采取一种新的方式，让大家开开眼界罢了。毕竟方才14个宗门围攻我无极门，此举实在是新颖别致。我若是不想出个更新颖别致的，那不是给我们无极门丢脸吗？这是各大宗门弟子之间的比试，各位掌门就无需来此凑热闹了吧？果真呢，今日那妖女是有预谋而来的。这个人好大的胆子，好强的力量！告诉他们，本尊是谁？抱歉，东神域太子，方才本宫经一时慌乱之中，未曾认出你。那么这些掌门的行为可合规矩？诸位，你们乃是各大宗门的掌门，怎可在此扰乱了比试的规则？可是，还请大家都退下，淡定落座，继续观看比试。若是再有敢擅自做主前去的，本宫便会代替西皇宫严惩不贷。那我们的弟子们就任由他们自己解决吧。
告诉我，为何你们突然一起围攻无极门，我便饶了你们一命？是淑妃娘娘，淑妃娘娘下令让我等务必合力将无极门击杀，若不然便会给我们教训。胡说八道！本宫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哪个宗门的人？如此大胆，竟敢空口白牙污蔑本宫！本宫知道，这无极门乃是师兄当年所创立，本宫希望无极门好还来不及，怎会想着围剿无极门呢？本宫方才明明与你们说要多多照拂照拂无极门，怎么到了你们弟子口中，便是本宫要围剿他？淑妃娘娘，抱歉，是吾等自作主张，我等会错了您的意思，还请您见谅，请清晨姑娘见谅啊！清晨姑娘，你可听见了？此事与本宫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也怪本宫，是本宫未曾交代清楚，让他们会错了意，险些害得无极门的一群人受害，是吗？看来娘娘当真与战尊阁下情谊深厚。既然娘娘这么对无极门多加照拂，为何在我进入无极门之时，无极门的人已经都快饿死了呢？师兄创办无极门的事情实在是太过隐秘，本宫一直都不知此事，直到前段时日无极门骤然冒头，本宫这才知道无极门的存在。清晨姑娘放心，既然本宫已经知道了无极门的存在了，必会不遗余力帮助师兄匡扶光大无极门。我听闻淑妃娘娘您手下有一些万年的药材，以及一些上等灵石，听说娘娘的宫里还有不少未曾驯化契约的圣兽。我还听闻您手中甚至还有战尊阁下当初来不及传授给我们无极门弟子的一些功法。淑妃娘娘，您看，既然要匡扶光大无极门，娘娘一定会毫无保留地教育无极门的弟子的哦。当然。淑妃娘娘，我在无极门等着您的东西。东后娘娘，您这么多年来似乎也没有什么长进呢，想进来日月府，下辈子吧。谁说我们进不去日月府的？儿子儿媳妇，你们总算来了。抱歉，我们耽搁了一会儿，来得晚了些。不晚，年轻人嘛，晚上有很多事情要干，我懂的，我都懂的，谁还不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行了，别浪费时间了，几位还是赶紧回吧，别等着我们动手。方才你们对东后出手了，擅自闯入日月府，该罚。是吗？我家媳妇跟娘亲都不太高兴了，随意动本尊的人才该罚。你们反了！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胆子！何人在此喧哗？祝夫人，救我们，救我们啊！哎呀，原来是白如心呐！他当初弄丢了天命塔，惹怒了白老爷子，今日怎么还有脸回来啊？莫非是他今日得知白老爷子会任命新的府主，特地赶回来想要做些什么吗？今日乃本宫父亲大寿，本宫回自己家给父亲祝寿，有何不可？白如心，你要进来也不是不行，若你能3步1叩首，给日月府请罪，我们今日便放你进去。这会不会太过分了？那毕竟是老府主的孩子呀。是啊，白大小姐固然是有错，可她如今是东神域之后，如此责罚，未免太不给她以及东神域颜面。更何况今日还是老府主的寿宴。他是一介罪人，他活该遭受如此。我要让白如心当着所有人的面趴在地上，连一条狗都不如。放屁！祝烈焰，想让本宫下跪，你也配？哼！若不想跪，就带着你的孽种滚出去，永远别踏进去日月府一步。哼！祝烈焰，本宫乃是东神域的皇后，你见到本宫不给本宫行礼，实在是不忠，该打。本宫的儿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太子殿下，岂容你在这里乱喊？你辱骂本宫无所谓，你敢辱骂本宫的儿子一句，本宫跟你拼了！那束缚着我的力量实在是太奇怪了。爽了吗？爽得不得了。那手疼吗？还好，不疼，还是儿媳妇好，知道心疼我。白如心，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罪人，你弄丢了日月府的至宝，今日还敢在此这般嚣张，我要杀了你！你说的是这个塔吗？
天命塔在此，东后身为天命塔的守护人，你们却在这里拦着不让他进，就问你们，这样该不该打？多年不见，府内变化了不少。不管怎么样，总算是回来了。当年若非是我弄丢了天命塔，又执意与龙宗走，父亲也不会被气成那般。你现在过得很好，老府主若是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他一定也会很欣慰的。是吗？咱们也去日月广场。母亲，您这是怎么了？元儿，今日你务必要争气。我们已经收到了消息，罗培丹神一会儿便会抵达日月府。切记，你一定要拜入罗培丹神门下，为此才能稳固住你的地位，才能让姓白的人比不过。母亲放心，2年前罗培丹神回来过一次，当时便对我夸赞有加，说我乃是日月府内炼丹天资最强之人。我若拜不了他门下，这世间怕是再无人能够入他门了。哼，纵然白如新带着儿子再回来了，又如何？但是，我还有最引以为豪的儿子。方才我听闻，白如新带着他的儿子回来了。不错，他回来了。不过，你且死了这条心吧。他如今乃是东神域之后。夫人这说什么话？只不过她毕竟是老府主的女儿，她能回来，毕竟也是好事。哼，他回来也好，正好让他一睹我儿拜入丹神门下的盛举。今日正好老夫有事要宣布。鉴于老夫身体每况愈下，老夫准备趁着今日大寿退位，将这日月府主的位置让给年轻有才之辈。毕竟江山代有才人出，老夫如今身子骨不好，这日月府便让给贤良之辈吧。众所周知，我们日月府乃是丹药传承之地，素来以炼丹水准来相比高低。趁着今日众人都在，老夫就做主，今日谁的炼丹水准能够从人群之中脱颖而出，老夫就将这府主的位置交给谁。此乃罗培丹神从前留下来的一枚神品丹药，你们且隔空细品一下，谁若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推断出里头最全成分，便算是胜者。曼陀花、残风流、降云草、凤宝根。不错，猜了个7、8成。还有呢？丹神毕竟是丹神，炼出的药材是我等可望不可及的，晚辈愚昧，只能看出其中的这几种。不错，不愧是年轻一辈之中最厉害的弟子。还有人知道其余成分吗？我的儿子胜了。也好，既然其余人看不出别的成分，那……慢着，父亲，女儿不孝。心儿，你真狠呐，好狠！这20多年来就将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也不回来看我，你该打，该打！老府主，这比试已经结束了，该宣布结果了吧？您应该不会言而无信，突然改了主意了吧？如今女儿回来了，那这一切还真不好说了。什么比试？让我也看看。上方是一枚罗培丹神的神品丹药，我儿猜出了其中7、8成的成分，大有跨入神品丹师的天赋。哦，是要猜成分吗？就这，还好意思说有跨入神品丹师的天赋？难道你们日月府的人就是如此大言不惭吗？就连我都知道这其中的全部成分。你说什么？这是我儿媳妇，我儿媳妇。儿媳妇，告诉他们还有什么成分？阴风天果、迦兰叶、毒龙枝。胡说八道！这些草药我们闻所未闻，你这般在这里信口胡说，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你笑什么？我笑你们如此无知，还理直气壮。这姑娘绝非信口雌黄。不错，阿元，看来你还得好生钻研一番才行啊。老府主，您这是何意？莫非就因为白如新的归来，您便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您说过的，今日胜者会继承府主之位，您这是不遵守原则。他的水平的确比陆源要高。哼，信口胡诌谁不会？我且问问在场大伙，可有谁知道
方才这个丫头所说的药材。说的不错，老府主您不能因为白大小姐归来就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啊！若是这样，我等不服，我等绝对不服。白小姐当年是犯了错，根本没有继承日月府的机会。那更何况这臭丫头并非我们日月府的人，怎么容得她在这里胡言乱语？老府主若是不顾一切执意违背规则，那也休怪我们不客气了。不服，那再来比比。这么热闹，怎么能够缺得了本座啊？是丹神，丹神来了。丹神来了，便能给我们撑腰了。丹神说过的，他很赏识陆源，他一定会收下陆源为徒的。阿元，丹神来了，一会儿定要好好表现。这是在干什么？那不是本座的丹药吗？丹神，方才我们正借您的丹药测试弟子的水平。是吗？可测出什么结果了？丹神阁下，本杯方才辨别出了其中7成成分。7成，不错，年轻有为。我就知道，丹神一定会收我儿子为徒的。这个姑娘说她能得知您所有成分。是吗？那你觉得我这丹药如何？尚可，不过还有一点缺陷。放肆！丹神面前你怎敢造次，敢对丹神如此不敬？丹神，您莫要怪罪，此人并非是我日月府的人，与我们日月府无关。我这就替您将他赶出去。想得到祖师的教导，那是何等艰难！当年我追着师祖跑了几条街，都不曾得到师祖的指点，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机会了，竟然被人给打断了。滚！本座在这里聆听教诲，怎容得了你们在此唧唧歪歪？还请您赐教。你都已经成为了丹神，自己还发现不了问题吗？看来你这丹神也不过如此。您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哎呀，快告诉我嘛！小鼻涕虫，你干嘛？你要是不告诉我，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了。小鼻涕虫，这么多年了，你可还真一点都没变。老子老野，这性情却还是像极了他的小时候。是不是您觉得那2个东西冲撞了您，所以您生气了，不愿意指点我？听说你要收他为徒？放屁！我才没这么没眼光。您放心，我会处置好的。之前本座看在你是日月府的人份上，倒是觉得你是个天赋不错的。现在看来是本座瞎了眼了。丹神大人，我是陆源啊。2年之前你也曾夸赞过我，而且之前我们也有过书信往来。您说过今日会考虑将我收为弟子的呀。考虑收你为弟子？哼，别做梦了，本座这辈子都不会收你为弟子的。你如此浅薄之人，怎配得上做本座的弟子？原本与他们并无任何瓜葛，但是朱莲燕几次3番的拉踩敦厚，又冒犯我在先，这就休怪我不客气了。怎么样？现在您满意了吗？还行。那这丹药的问题，若是不错的话，你将最后2味药材的顺序调换一下。最后2个药材的品阶不同，尤其是毒龙脂会压盖住嘉良叶的药性，成品出来会使得整颗丹药的效果大打折扣。嘿，您说的是，下次炼丹我一定会好好注意的。你很不错，能有今日的确不容易。丹神，这么多年来能够达到如此境地的人寥寥无几。师祖在夸赞我呢。我家儿媳妇果真是与众不同的。好了，看来今日的比试也见分晓了。这新任府主的人选容后在议，一切急不得。是。老府主，你自己说的，在场的众位弟子之中，谁若是胜出，便将府主的位置传给谁。我承认，阿元或许不敌这个姑娘，但是这姑娘并非是我日月府中的人，她根本不作数。老府主，您此番见到白如新归来，就突然反悔，身为日月府之主，您却不遵信守诺，以后谁人敢听从你的号令，我必须要为自己的儿子筹划到一切。今日若是陆源拿不到府主的位置，往后只怕希望更加渺茫了。我陆衍如今不过20岁，却已经抵达了丹圣巅峰，如此实力，放眼偌大的神域都找不到第2个。我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什么人，竟与丹神大人结识，让丹神仙大人对我有了偏见。但是我自问，论炼丹，日月府无人天赋比得上我。身为日月府的府主，最忌讳的便是藏有私心。若是真的藏了私心，那便不配当我们的府主。
女儿又与人私奔离开。老府主，也许真是您教育有问题了。并非是老府主教育不当，而是有人刻意而为之。放肆！今日乃是老府主的寿宴，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带一个将死的血人来此？父亲，那是我儿子。原来是老夫的外孙，果然来给外祖送礼都这么不走寻常路。你好大的胆子！莫以为你是白如心的儿子，就敢在此胡作非为！我的儿子才刚被丹神嫌弃，在众人跟前丢了脸，我也绝对不会容许白如心的儿子今日在这里大出风头。不错，本尊乃是东后之子，又是日月府老府主的外孙，自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很有意见？哈哈哈！老夫的外孙在老夫的寿宴上想干嘛就干嘛，出了什么事儿老夫担着。乖外孙子，这血人是你送给老夫的礼物吗？虽然奇怪了点儿，但是外祖喜欢得很。他是谁呀？干什么的？不着急。日月府最有天赋的丹师，这就要走了吗？没有本座的允许就想离开，也未免太不将本座放在眼底。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白如心，你别以为你回来了就可以为非作歹，别忘了，你可是日月府的罪人呢。当年是你丢了天命塔，是你跟人私奔离开日月府，我儿子才是这日月府内天赋最强的人。你就算回来了，也休想撼动我儿子的地位。祝烈焰，你说弄丢天命塔该当何罪？自是被赶出日月府，永远不得回来。哦，那若是有人蓄意盗取天命塔呢？天命塔乃是日月府至宝，塔在府在，塔毁符毁，有人居心叵测，故意将塔盗走，如此罪责，简直罪该万死。陆如，你说是吗？白大小姐，您说什么？我不太明白。当初趁我不备，将天命塔盗走的是你。白大小姐这是听谁说的这话？我怎会做出这等事来？白如心，别血口喷人，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陆如，祝烈焰，今日我便与你们将事情一件一件的掰扯清楚，省得这日月府藏着独狼，而你们却不自知。我们自小一同长大，你将天命塔盗走，我可以与你不计较此事。可是我问你，你为何要与龙翼合谋，将我的儿子调换？胡说八道，没有的事情。白如心，你休要血口喷人，你的儿子不正是在这里？祝烈焰，看来你也不知此事。如此看来，你倒也真是低估了你的男人呢。老府主啊，您看到了吗？这群人就是来闹事儿的。今日若不给我们陆氏一族一个说法，不惩罚这臭丫头，不按照约定将府主位置让给陆源，我们就绝不会善罢甘休。我还没死呢，谁敢在这里动老夫的孙子孙媳妇儿，老夫跟他拼命！我白氏一族也跟他拼命！白大小姐当年弄丢了天命塔，白大少爷又不知所措，白氏一族早已没落，却还在这里欺负我等。我陆氏一族也不是这样被人欺负的。诸位，随我一同去，争取我陆氏一族该有的权益。反了！看清楚了，他是谁？是哥哥，是我们的大少爷啊！真是的，他不早就失踪了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啊？陆源，你自以为的炼丹天赋，不过是因为你吸收了白大少爷20年的血。本尊说的对吗？那个血人是白大少爷，而陆远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吸食白大少爷的鲜血，以提升炼丹的天赋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不如陆源到底怎么回事？父亲说那人炼丹天资卓绝，说以他的鲜血入药，一直食用，我便会成为日月府最厉害的人。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一直给自己作为药引的血人，竟是白大少爷。父亲，那是白大少爷，怎么可能？我不知道为何白大少爷会突然出现在此。白小姐这2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日月府外，如今一回来，
就带了一个满身是血的人，称是白大少爷，甚至还来栽赃嫁祸于我与阿元。老府主，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这是见不得阿元要成为新任府主，所以不择手段。陆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当初还以为你是好人，原来最毒的莫过于你。盗走天命塔的是他，调换了我儿子的幕后之人也是他，甚至于害得我哥哥失踪这么久的亦是他。我们当年一同在这日月府长大，可谓是青梅竹马，而他却将我害到这般地步，他到底是何居心？他这是要让我败家灭亡啊！陆如，你该死！心儿，你要知道，我都是为了你，而且我永远不会伤害你。神龙之主，没想到心儿与龙宗生下的孩子，竟会是神龙血脉。别再挣扎了，告诉我们，为何你要这么做？当初众所周知，是白大少爷自己从日月府离开，你凭什么说是我抓了白大少爷，还使用他的鲜血？你不承认？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为何要承认？你当着日月府所有人的面如此污蔑于我，你到底居心何在？眼下，就算跟前这个真的是白大少爷，他也处于昏厥状态，你怎可在此信口开河？我知道了，你定是知道了老府主今日准备将府主的位置让给我们陆源，特地回来搞事情。哼，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自己当初都做了些什么。哎呀，他在提取那大少爷的神识。天哪，他到底到了何等修为，竟然能够提取人的神识意识？父亲，阿元不喜欢鲜血的味道，鲜血好难闻，好难吃。阿元乖，吃了他的血，你就可以拥有整个天下最厉害的炼丹天赋了。到时候，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就不会像父亲那样，连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人都得不到了。真的吗？那我一定会多吃一点，以后要什么就有什么。杜如，你怎敢？我们自幼一同长大，情谊更堪亲兄弟，你怎敢这么对我？白大少爷，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竟然擅自离开了日月府，又跑回来了。反正你都已经跑出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你回来。陆如，你会不得好死，会遭天谴的。白大少爷，谁让你有着日月府内最厉害的炼丹天赋呢？这么好的天赋，我是继承不了了，那就给我的儿子继承吧。等我的儿子成了日月府最厉害的人，他定能继承府主的位置。到时候，我要的东西也都能够回来了。那不是我，那不是我。为什么？心儿，我说过的，我都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责备我，唯独你不能。陆如，你胡说什么？心儿，那东皇到底有什么好的？你为什么非要为了他离开日月府？他除了是东神域之皇，他还有什么比得上我的？儿子，儿媳妇，不需要你们出手，这件事先让我自己解决。心儿，我不比那东皇差，我们从小更是青梅竹马，在这日月府内一起长大。东皇虽然是东神域之主，可是你也看到了，凭我的本事，我是可以拿到日月府的府主的位置的。陆如，你说什么？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白如心？滚开！你这个粗鄙的女人！我在跟心儿说话，你怎么可以插嘴？这就是你偷走天命塔，换了我儿子，抓住我哥哥的理由？当然，将你的天命塔偷走，你便不会如从前那般高高在上，我便有接近你、保护你的机会。换了你的儿子，哼，你跟东皇的野种根本就不该苟活于世。只是可惜了，龙翼办事不力。我原本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杀了你的野种的，他竟然留了他的性命，这是整个环节之中最不该犯的错误。至于你哥哥白若红，哼，他本就该死了。他伤痕累累地回到日月府，反是我带走了他，千方百计地留下了他的一条命，让他甚至都多活了20年。心儿，你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不是都为了你？可是为什么你还是这么不识好歹，偏偏要跟那个龙宗走？我杀了你！我杀了你！你打不过我的，心儿。虽然这么多年来我都失败了，不过殊途同归，最终
你还是我的。我等了这么多年，写值了，写值了。我呸！你算什么玩意儿？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你自己长得什么猪狗不如的相貌。本皇的媳妇是本皇一个人的，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别在这里白日做梦了。是你，龙宗。媳妇儿别担心，我来了。你还敢来？20多年前，我记得不错的话，你被打得如同一条死狗一样，被丢出去了日月府。不如什么？哼，就你也敢肖想本皇的媳妇儿？不错，龙宗，你不过只是一个东神域的皇帝，我不怕你。我知道，你不过是仗着自己的身份才得到了心儿。若是没有你的身份，你根本什么都不是。露如，你有种来跟本皇单打独斗？露如疯了，龙宗，露如她疯了。没事儿，对付疯子我最在行，更何况这些账是该好好的算算了。仙儿，你别怕，我看出来了，这件事因我而起，我定要与他好好的算一算这笔账。龙宗，你要小心。老丈人，您这是认可我了吗？仙儿，你看到了吗？你父亲总算是认可我了。龙宗，你凭什么得到心儿？龙宗，这么多年了，你看来也并无什么长进。心儿跟着你，真是亏大了。放你娘的屁！本皇与心儿之间的事儿，也是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能够议论的。龙宗，我说过的，你除了东皇的身份，你根本比不上我，你给我提鞋都不配。心儿是我的，是我的。等你死了，我便跟心儿双宿双飞，以后再也没有你的存在。龙宗，你找死！龙宗，别打了！这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斗争，你们不必参与。本皇会让他知道，他是无法与本皇相比的。仙儿别哭，你这一哭，我心都好疼的。别打了，儿子可以杀得了他，你别逞强了。哎呀，你就放心吧，我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呢？啊，仙儿，我要亲手对抗他，解决掉他。罢了，大不了我陪着龙宗，我一直陪着他，哪怕去死。打他的眼睛！哼，猪口不如的东西，你就凭这点小伎俩也敢跟本皇打？这一拳打你不知好歹，敢肖想本皇的女人！这一拳是还你当年设计陷害本皇，让本皇被老丈人误会了这么多年，当年被老丈人打出了日月府，教唆龙羿调换本皇的儿子，害得本皇与儿子分离了这么多年，甚至还让本皇差点被儿媳妇误会，让本皇差点沦为孤家寡人。你该死！龙宗，你想杀我？你犯下滔天大罪，本就该杀，甚至你的罪过株连九族。龙宗，你若敢杀我，整个神域会为你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哼，是吗？本皇拭目以待。本皇倒要想看看一个死人能有什么代价。心儿，没事了。龙宗，你吵什么呢？你怎么打得过他？谁说我打不过他啊？你看他是不是被我打得稀巴烂？心儿，我多年前就说过，有我在，庇护你一世周全，哪怕是拼了我这条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看到了吗，阿元，并非是老夫有私心，实在是你的天赋实在胜任不了府主的位置。不是我，是陆如强迫我吃下那些东西的。就算没有服用仙血，我依旧会是这天下最厉害的丹师。总有一日，我一定会成为丹神，一定会是这世上最厉害的人。这日月府的府主的位置，我怎么可能胜任不了？新任府主的位置是我的，我就是新的府主。你们好大的胆子！本府主在这里，你们敢不向本府主下跪？你们这是对本府主的不敬！我爹说了，只要我登上府主的位置，你们就该对我唯命是从，该听从我的一切吩咐。哎，
这小子竟然疯了！诸位可都看得清楚，陆如这么多年来干尽丧尽天良之事，死不足惜。至于陆源，老夫看在他无知的份上，先放过他一命，将他生生世世囚禁于日月府。白如心，你这个贱人，都是你！我杀了你！滚！怎么样？他怎么样？老白，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说吧，我承受得住。若红被陆如控制多年，且为了让陆源吸食鲜血，这么多年来一直给若红用了药。不仅如此，若红20多年前应该就有救急，体内被下了巫蛊之术。可有救？把握不大，您觉得呢？小鼻涕虫，不要妄下定论。是，您说的对，我又唐突了。小鼻涕虫，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虽然不知这岳清晨到底是何来路，不过这丫头看着就不是普通人。劳烦清晨姑娘帮忙救治，不惜一切的救回来。只要能救回来，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承受。老府主言重了，这是敦厚的哥哥，是龙大的家人，也便是我的家人。儿媳妇，我们总是给你添好多麻烦。不麻烦，这些不算什么。更何况，他曾经追随过我的父亲。你父亲？不知你父亲是？我父亲，灭天战尊。灭天战尊？你说什么？我姓岳，岳战尊正是我的父亲。灭天战尊，那是当年整个神域的传说。当年战尊组建了一支灭天战队，与天道对抗，所向披靡。这么说，若红当年之所以离府，是去为了追随战尊阁下。不错。哎，臭小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擅自离府？若我们知晓你是去追随战尊阁下，不会有人阻拦你的。臭小子，你怎么不说？我们都以为你跟你妹妹一样，被外面哪个女人骗走了，原来你是去干大事去了。怎么了，媳妇儿？老丈人，当初是我诓骗走了心儿，这一切都跟心儿无关。老丈人，是我不对，你要打就打我吧。罢了，哼，我留你小子一命。要是把你打伤打残了，以后谁来照顾老夫的女儿？总总，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在儿子还未出生的时候，我们给儿子定下了一个婚约？这媳妇儿我不记得了。媳妇儿，咱们现在这个儿媳妇太彪悍了，别让她知道吧。这二人的悄悄话，能声音再高一点吗？不过，婚约，任何婚约都不作数。若是你们胆敢逼迫我去履行什么婚约，我便不再是你们的儿子。儿子哪有什么婚约呀？哎，你别听母后瞎说啊。哎，儿媳妇儿，你放心啊，没什么婚约的。当年灭天战尊与我们关系颇好，曾经与我们定下婚约，说是我们的孩子性别不同，便定下婚约。是吗？我咋不记得这回事啊？不过就算是有，那也太遥远了，是不是？那都是玩笑话啊，那笑话就不必作数了吧？以后就别提这件事了。哎，咱儿媳妇就是战尊的女儿，你说这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清晨姑娘是战尊的女儿，这怎么可能？哎呀，是有这回事儿，但是这是婚约嘛，当年战尊阁下跟我是很认真的定下的，看来我儿子跟儿媳妇儿那实在是天作之合啊，天作之合呀！亏得这龙宗是东神域之主，这回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冥冥之中自有天定，我儿与战尊之女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不过你若是战尊的女儿，那你娘岂不是？我记得清楚啊，当年战尊与我关系颇好，彼时战尊爱上了一个下三域的女人，而灭天战队亦是为了那个女人，为了与天道对抗而设立的。不错，您的猜测是对的。跨域不得通婚，跨域生下来的孩子必遭受天道责罚。我父亲在我出生之后，使用他的力量将我护住，20年逃离了天道的责罚。难怪呀，难怪战宗考虑的竟然这般周全。清晨丫头，你一定要小心，你如今锋芒毕露，只怕还会引来天道的注意啊。唉，已经吸引到了，只不过那天道好像还没恢复好。
被我给打跑了。打跑？当年天道曾经与战尊阁下打过一次，彼时是不分胜负。天道与战尊阁下所引领的灭天战队打了几天几夜都不曾分出胜负，直到最后耗尽了力量，天道负伤离开，如今却又被岳清晨打跑了。不愧是战尊的女儿啊！我当时便说，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有如此气魄啊？看来也只有他的孩子了。哎，只可惜啊，战尊如今不知所踪，已经这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我太怀念当年与他一起喝酒的日子了。东皇陛下，您那是不是有很多的酒？那是自然，本皇那里有好几坛子上千年的好酒，一直不曾拆封啊。龙宗啊，我这老丈人好像还没喝过你的酒，你说我如何将女儿交给你？亏得我今日还对你好言好语，原来你压根儿不曾将我这老丈人当回事儿。老丈人，那酒是给您备着呢，这样明日我就将酒给您取过来。哎，我好像又把自己给坑了呀！求求你们了，放了他们，放了他们，他们只是孩子啊！这村神选中了他们作为祭祀者，是他们的荣幸。你们身为他们的父母，竟然还在这里不知好歹的反抗，简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求求你们了，不要杀我们的孩子！爹娘，救我们！我们好怕，爹娘，我们好怕！孩子，我们的孩子！不知好歹的东西，进献给村神，那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时辰快到了，动手！这个时辰将他们进献给村神，我们红石村便会得到村神的庇护，永远风调雨顺。不要！苍天啊，谁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的孩子啊！没人能救得了你们，除非这天神降临啊！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畜生，畜生！是天神，天神降世了！天神救了我们的孩子。娘，真的是天神吗？我们见到天神了，天神救了我们，我们不要被烈火烧死了。这些孩童不过与小叶、小莫年岁相当，却在这里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何其残忍，何其残忍啊！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这里破坏我们的好事！你所谓的好事，便是烧死这些孩子。哼，我劝你识相一点，别再阻止我们。我们是红石村村长的人，想经过这村庄最好少管闲事儿，否则小心你们的性命。他们只是孩子，孩子又如何呀？这火乃是红石村的圣火，死在圣火之下是他们前世修来的福分。点火！火呀！救命！救命啊！你干了什么？畜生不如的东西都死在了这圣火之下，简直是祖上积德，坟头冒青烟了呀！贱人，胆敢阻挡我们！快抓了他，带他见村长！这臭娘们跟这小子挡住了我们的好事，简直是该死！天神大人，快走，他们很恐怖啊！天神大人，你们要小心呐！哇，天神大人好厉害！爹娘，我们一定要努力修炼，以后也要跟天神大人一样这么厉害，跟他们一样惩恶扬善。多谢两位，多谢两位救命之恩，我们无以为报。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你们是谁？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干扰我们红石村的事情？祸不及孩童。哼，你懂什么？不过就是无知的女人罢了。你都知道些什么？不知悔改。哥，事情可都办完了。是少主，少主来了。少主，快救我们呐！在干什么？少主，是这二人，他们阻止我们进行祭献仪式，他们不让我们动这些孩童。两位应当不是我们红石村的人，这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伤及孩子，罪恶难赦。姑娘有所不知，这是我们红石村的传统，每3年都会在村内挑选祭祀者，而今年轮到了孩童，所以还请姑娘与这位兄弟行个方便，莫要破坏了我们村内的传统。哦，什么传统？进献战尊阁下。
红石村是当年战尊阁下曾经待过的地方，这里更是有战尊的雕像，雕像之中倾注着他的一抹意识。在战尊当年被杀之后，我们便会每隔3年进献战尊阁下，而每年的祭祀品是战尊的亡魂自己挑选的，所以还请姑娘您行个方便。战尊尚且未死，这群人却在此借着战尊阁下行如此恶行，他们到底有何居心？战尊阁下，不错，红石村是战尊当年庇护的村庄，战尊当年更是在此生活过2个月，所以姑娘还请你们行个方便，莫要与战尊作对。休想碰到这群孩子！完了，错过时辰了，错过了！姑娘，你可知这是我们红石村的大事，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进献了，可你却将这一切都搞砸了！你到底是谁？要做什么？为何要进献战尊？你们在筹谋什么？战尊阁下是红石村的恩人，红石村有高人说过，在这里能够将战尊阁下复活，所以我们才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将战尊复活的。红石村之所以进献这小孩，就是为了复活战尊。然而，战尊并不曾死，如此举措，如此说法，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高人在何处？我们也不知。你坏了我们红石村的大事，我要带你去面见村长。好，还不带路？不是去面见村长吗？这个姑娘明明在这里干了错事，却还这般理直气壮，简直蛮不讲理。村长，相色，我叮嘱你做的事情，为何你没有做成？村长大人，是我处事不当。这是复活战尊的最后的机会，而你却如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简直该死！相色，你自己去领罚吧。你们是谁？村长大人，就是这2位阻止了复活战尊最后仪式的进行。你好大的胆子！你们到底是谁？要做什么？为何谎称要复活战尊？说。哎，我怎么觉得这娘们这么眼熟的？但凡是个女人，你都眼熟，是不是？不是啊，小主任，是真的眼熟。更何况我只对长得好看的比较上心，其余人除非以前我见过，否则我不可能记得这么清楚的。是谁？谁在说话？你想借复活战尊之名做什么？臭丫头，战尊也是你能在这里妄议得了的？说，你想知道，我带你去。好，他不是炼制腐尸丹之人，他的实力尚且达不到。是战尊？那是我老丈人。是战尊，竟真是战尊！擅自闯入红石村，坏我红石村大事，你们该死！村长，村后山出事了，一会儿再来与你们算账。小主任，那娘们儿真的好眼熟啊！真不是我见色起意啊！我在这里当着战尊的雕像，以我此生的姻缘起誓啊！万年单身狗就不必谈姻缘2字了。攻击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主人，那里有腐尸的味道。胡说八道！此乃战尊雕像，休要在此侮辱战尊。主人，这个老色批好恐怖啊！你侮辱战尊的雕像，老子跟你拼了！好了，小血说的不错，这雕像上的确有腐尸的气息。什么？怎么会？这里的人不是将战尊当神一样供奉，甚至还要进献于他吗？战尊阁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小主任，这真是战尊阁下？原来战尊阁下真的在这里残留了一抹意识力。这不是战尊的意识力。是什么？怎么会这样？有人利用战尊在这里蛊惑了村长与村民，想方设法的得到村民的供奉。不错，这次是供奉孩童，就不知前几次所供奉的是何物了。好歹毒！是什么人竟如此利用战尊蛊惑人心？定是与战尊相熟之人，唯有如此，他才能创造出与战尊如此相似的模样出来。会不会是那个娘们儿？说不准。你不是说他很眼熟的吗？他既然在这里供奉战尊，应当是认识战尊的。我想到了，我知道那娘们是谁了，那是小六的媳妇儿。难怪我说她怎么那么眼熟，她是从前跟小六有婚约的甘雨。没想到时隔多年不见，她变得那般沧桑了。甘雨，说下去。那娘们儿从前跟小六很恩爱，他们彼此约定过，等战尊从灵域归来，便由战尊主持成婚的。没想到那次之后，战尊再也没有回来，而灭天战队也一朝瓦解，分崩离析了。但是甘雨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啊，她是小六的媳妇儿，小六将战尊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要，
他也断不可能拥有战尊的名声的。我知道了。村长大人，后山突然发生异动，甚至半空都被染上了红色，想来定是那传说中的神物现世了。只可惜这最后一次进献被那女子所打扰了。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啊！村长大人，我们努力了这么久，最后还是失败了。就算是得了这神物，又有何用？当初那高人说过，若能得到后山神物进献，胜过一切。如今那神物总算要苏醒了。六哥，你看到了吗？我会如你所愿，替你守护好战尊，复活战尊。如此，你也能安心了。金山，倒是没想到在这里还会遇到这些许灵兽，也难怪神物出世的地方总是灵气最充沛的。这么多灵兽在此，定是为了守护神物。哼，畜生，都给我让开，否则我现在就扒了你们的皮，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滚开！若不然，我现在就弄死你们！哎，不要伤害他们，他们是灵兽，与他们好好沟通便是。你在命令本宫找死！这世间还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本宫做事，更何况不过是尔等一群畜生。黑子，那通体漆黑的兽首，我看着竟是那般眼熟，说是不错，似是一只凶兽。哎，饕餮凶兽！饕餮？怎么会是饕餮？小子，你倒是有点眼光。这个的确是饕餮，饕餮吃光这些灵兽。另外，这个小子也赏给你了。终于又能吃到新鲜的灵兽了呀！吃吧，等吃了它，你便能变得更强大了，便能帮助我跟我师父成就更大一番事业了，而不会像混沌那个蠢东西一样，非不听我与师父的话，最后呢，只能被镇压了。小子，你真聒噪！若非是看在你们把我们带来这里找到神物的份上，红石村的人早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是你们在利用我们！看来红石村的人也并非那般愚钝。你在利用我们，你在羞辱战尊的名声，我跟你拼了！别来！村长大人，我们错了，这么多年都错了。原来我们一直被人蒙骗，我们在助纣为虐。黑子，别太折磨他，直接吃了吧啊！是。村长，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这里有危险！哼，顾晚叔，你果真与这些事情有关？奶奶的熊的，这臭娘们当初不是战尊的师妹吗？她到底想干什么？真是丑人多作怪。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岳清晨，明明岳清晨应该在日月府的，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臭丫头，你最好少管闲事。师父那边是允许不了耽搁的，我今日必须要将食物取走，交给师父。少管闲事，你觉得可能吗？黑子，姑娘，此乃上古凶兽，快退后！岳主人，龙主人，让本座来。小狗熊，一只狗熊也敢跟本宫的饕餮对抗？黑子，咬死这个不知死活的狗熊！本座的名字也是你能喊的。这是混沌凶兽。混沌乃是四大凶兽之中最不亲近我与师父的，怎么可能？混沌早已被师兄镇压于灵域，怎会出现在此？去吧，小狗熊，若表现不错，重重有赏。岳主任，我要好多好多丹药当零食吃。好，以后我还想经常出来玩一玩。要求真多。那可以。好嘞。饕餮，你这个畜生，从前就说你是最愚笨，果不其然，如今真是脑子里进了粪，竟跟了一个这样又老又丑又恶心的女人。我们虽是凶兽，却做的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你就这么没前途的跟着这样的人，实在是有辱我凶兽一族。老子今日不打醒打死你，老子就不是混沌。我要去取得神物，偷偷离开，其余的我便什么都管不了了。饕餮的死活也与我全无关系。唉，
婉说，我还在这儿呢。你敢动本宫？为何要做这些？你只是一个从下三域来的小野种，本宫何其尊贵，你怎配这般跟本宫说话？龙大，你退后！我要亲自废了这个女人。顾婉说，自诩为战尊的师妹，却屡次打着战尊的名号作恶多端，甚至于当初灭天战队的覆灭，或许也与她脱不了干系。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修炼灭天功法？臭丫头，你不该来到神域的，不该出现在本宫跟前。你也会灭天功法？你也会？这怎么可能？顾婉说，战尊的功法，你不配。该死，贱人，你才不配！我是战尊的师妹，我不配，谁配？贱人，你只是一个野种，你怎么能去修炼我师兄的东西？师兄是我的，你不配，你娘也不配！贱人，你去死吧！小主人，那是战尊的绝活，逆天功法第4层。小主人，无主，这老东西实力不弱，可需吾前去相助。稍等片刻。无主，莫非是想在清晨姑娘受伤之后再去英雄救美？但是无主，以你跟清晨姑娘的关系，大可不必。滚！现在就让我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灭天功法吧。什么？你看到了吗？你的灭天功法似乎还学得不到家呀。这不可能，师兄的功法早已经灭绝于世，即便是之前神域的岳家，不过也只是得到了师兄功法的2层，但是岳倾城却使出了我根本无法对抗的力量。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师兄早就已经离开了，他怎会将功法传给你呢？别再喊师兄，你不配。功法乃是战尊的所有物，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修炼？臭丫头，你要做什么？数月之前，你赐予我一杯毒酒，亦让我功力散尽而死。今日便让你自己尝尝这功法被化的滋味。灭天功法是战尊的，你该还给战尊了。贱人，你好大的胆子！本宫乃是战尊的师妹，于情于理，你当喊本宫一声姑姑，你这么做是大逆不道，你会遭受天谴。果然，我就说，顾婉书早就认出了我，却还想着法子要弄死我。该死，姑姑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就你这样子，也配当我姑姑？不要，那是我辛辛苦苦修炼的灭天功法，是我师兄的灭天功法。贱人，你怎么敢？你怎么敢？这是我与师兄仅存不多的联系，我苦心修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到了第4层，怎可在一夕之间被散去？这是你的报应。说说，灭天战队为何覆灭？丹邪又是谁？在何处？你口口声声说战尊是你师兄，为何你要做这些？没出息的东西，跟着一个老妖婆干尽丧尽天良的事情，丢本座的脸。上古凶兽从来不会轻易的臣服于人类，除非是遇到顶尖优秀之人。饕餮，你已经跟了个没用的老妖婆，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你口口声声如此清高，不也追随于人类？本座跟随的乃是这上天入地最厉害最杰出优秀之人，心服口服，而你却跟随一个不入流的肮脏之辈。本座问你，那女人为何值得你追随啊？废物，都是废物！黑子，咬死他，弄死他们！是，主人。终于知道为何饕餮会跟随于这个人类了，那是当年召唤我们出世的夺魂兽。黑子，弄死他，弄死他！夺魂兽，这可是师父精心创造出来的，它并非食物，而是以特殊的力量汇聚而成。只要我想，我随时可以调动起这夺魂兽。师父说了，只要这夺魂兽在手，饕餮永远可听我号令。村长大人，那姑娘在跟上古凶兽打。那姑娘，或许正如之前的村民所言，是天神降世。大家退后，莫要给她增添麻烦，守好这里，
防止神物被盗走。黑子！混账东西，敢动本尊的女人！龙主人，能不能不要杀他？他只是被控制了。畜生！你乃上古四大凶兽之一，却连一个人类都打不过，哪怕有夺命烧相助，你却还是这般没用！畜生！本宫要你何用？要你何用？饕餮，你可看到了，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跟随的。至少岳主人永远将我们当做自己的家人，虽然偶尔会有犯罪，但是岳主人却从来不会这般对待我们。饕餮，你尚未与他契约，别再跟着他作恶了。回头吧，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到底要做什么？畜生！既然你们这么没用，我先弄死你们再说。岳清晨，你不是自诩很厉害吗？不是自诩尽得战尊真传吗？本宫倒是要看看你到底还有什么本事。怎么会？这是我师父的夺魂哨啊，是我最后的筹码。这不可能，怎么可能？顾婉舒，你可真该死啊！岳清晨，你到底修炼了什么邪功？你不是想知道那些事情吗？我告诉你，不需要了，我可以自己得到真相。师兄，你真的要去吗？上三域与下三域之间是不可以通婚的，你这样做是逆天而行。我必须去，逆天而行又何妨？天若挡我，我便灭天。师妹，我的灭天战队暂且托付给你了，你我同出一门，如同我的亲妹。师父如今不知所踪，眼下我只信任你。师兄，我会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师父，师兄去了下三域了，去找那个女人了。另外，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用您给的邪丹先行控制住了师兄以及他的灭天战队。师父您说的不错，他们都不曾发现邪丹的存在。战尊如今固然逆天，但到底是本尊当年一手调教出来的。本尊是他的师父，他当然辨别不出本尊的丹药。师父，是不是只要按照您所吩咐的，师兄便会忘记从前过往的一切，只跟我在一起？不错，你放心，等本尊修炼到了大成境地，本尊便会将一切交传给你。战尊他不够听话，从来不将本尊放在眼底。本尊的弟子只有你了。多谢师父。原来这一切都是顾婉舒与他的师父所谋划的。战尊的师父是何人？我们倒是曾听闻，战尊年幼时拜入了一个高人的门下，除此之外就再也不知道了。我错了，这么多年来被夺魂哨蛊惑，我愿意将功补过。他在何处？在西皇宫之中，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西皇宫之中。但凡顾婉舒有半点不悦，便会前去鞭打他的躯体。那他可还活着？活着。顾婉舒说，当年是战尊拼尽了几乎全部的力量，挡在了他身躯之上，使得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将之击杀。我知道了。那我带您去。好，等我处理完了这里的一切。烦死了，烦死了！老子竟然要来这个尸体上扒拉东西，还是个这么恶心的尸体。如何？可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主人，就是这个了。对，臭死了！这气息跟白若红身上的气息一模一样。白若红中的就是这个毒，不过这个毒真够狠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邪丹。小主人，顾婉舒说这丹药是他的师傅炼制的，那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师傅就是那丹邪？姑娘说的对，是我们太过愚蠢，这么多年来被人骗了。我愧对战尊阁下。小六说过，在灭天战队里，但凡做错事的人，轻者自断一臂赎罪，重者被乱棍打死。今日我便卸下自己一臂，以此明志。关心则乱，下次断不可胡乱听人谗言。这次事情尚未发生，你还未酿成大错，以后不可再犯。斗胆问一句，姑娘与战尊到底是何关系？战尊啊，乃是我的父亲。我要被压死了，要死了！什么东西？我快被压死了，压死了！哇，好好闻的味道，好香好香，我喜欢。可是我出不来，出不来。若是我跟清晨有个女儿的话，也该这么软萌可爱吧？看来是个孩子。你是谁啊？好香。
声音好温柔啊！别着急，我放你出来。真的吗？可是我都被困在这里好多年了，这个盒子怎么都打不开，连我自己都出不来，你肯定也打不开哦。很多年。怎么听着你还是个孩子啊？我才不是孩子，我活了那么久，我可是我们那一块的一枝花，只不过被迫无奈被困在这里了。一个区域的一枝花，那得多俊啊！小主任，快想法子把它放出来。丹叔叔，你是谁啊？不要叫叔叔，叫哥哥。哦，好的，哥哥，等我出去了，我会感谢你的。啊，没出息的老色批。算了，看来我注定是个可怜虫。小妹妹别担心，我家小主任一定有办法帮你的。真的吗？那我要报答你们。一般人该怎么报答恩人呢？以身相许不错。以身相许啊！说好的是个小姑娘呢，为毛是一只通体黄色的小黄鸡？你救了我，所以我要以身相许。你以身相许？毛都没长齐，你怎么许？谁说我毛没长齐的？我可是我们那块最漂亮的，身后不知道跟了多少追求者。这小东西虽然看着小，但是却满身充斥着灵气。之前正是因为它的存在，这小小的山洞之中才四季如春。哪怕外头被食人树占据，但是这山洞内却是另外一番天地。所以呀，我要以身许了你。哪里来的小鸡仔，敢碰本尊的女人？你是谁？你是坏人，你不许抓我！公的还是母的？龙主子，您能出息点吗？又来了！哼，人家是雌象，是天下最美的雌象。他是谁啊？好凶好凶！没事，他就是这脾气。哇，你好香好香啊！我喜欢你。这么没出息的东西，我们才不要让他看到我们。我该怎么以身相许你呢？既是一只母鸡，下蛋会吗？下蛋这种事情我才不屑去做。蛋都不会下，要你何用？我虽然不会下蛋，但是我会保护别人啊。太阳真火？不是太阳神火。太阳神火？莫非这是朱雀阁下？看吧，我就说我是我们那旮瘩的一枝花，原来你们都认识我呀。看来我果真声名远扬。怎么样，我一口哈欠就能烧掉这么多东西，我够不够格来保护我媳妇？你媳妇？是啊，我以身相许了，她就是我媳妇了。你敢？我为何不敢？而且刚刚那个大哥哥说了，我要对恩人以身相许的，不然就显得我不道义了。作为我们那的一枝花，我必须要将忠义做到极致，给别人一个表率。大哥哥，你说是不是呀？苍明，看来日后我们得好好算一算账了。你可以追随于清晨，保护着清晨，但不可喊他媳妇。为何？她是本尊的媳妇，唯有本尊方可喊她媳妇。你？哼，要不然我们打一架，谁赢了，她就是谁的媳妇。好。小鸡仔，别乱来。龙思诀可不是任何人都能挑战得了的。看到了吗？本尊赢了。若再敢乱靠近本尊媳妇，本尊必拿你去炖鸡汤喝。竟然是神龙之烈，原来那是神龙之主。媳妇儿，我受伤了。好了，只是个称呼，无妨。也罢，毕竟是一只母鸡，若是一只公鸡，早已被我拔毛扒皮下锅炖汤了。饕餮，带我去西皇宫找人。是。战尊的女儿，哼，真让本尊大开眼界。娘亲竟被人掳走了？是丹邪，来将人掳走的或许是2只大鸟，那大鸟与丹邪有关。是他，该死！那个疯子，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明明是顾婉舒的师傅，却偏要同顾婉舒一同掳走我娘。或许是为了牵制战尊，只有这个可以解释。不过若真如此，也无需太担心。他是断然奈何不了我丈母娘的，他应当也不敢动。那丹邪当真抓走了娘亲，必然是想用他来牵制我。更何况娘亲有战尊护体。
不用担心，万事有我。我会找到他的。你到底是谁？你认识战尊，甚至跟战尊有关系？这里之前被困的是什么人？为何东神域太子喊她为丈母娘？对，她可是战尊的亲闺女。这里被困的是战尊当年的最爱的女人。战尊的女儿？这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多了去了。反正西皇，你的女人将战尊的女人在这里囚禁了这么多年，害得月姑娘这么多年来与爹娘相隔云端。这笔账你一会儿得好好想想该怎么算。哼，你胡说八道！这么蠢，哼，还当西神域的皇，真是不够格。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顾婉舒，你一直捧着的女人，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丧心病狂。西皇后，3年之前西皇后病死，也是顾婉舒所为。不可能！灭天战队的失踪是因为顾婉舒，战尊的失踪也是因为他。他本就是神域的罪人。本皇难道当真是错了？难道本皇是他的帮凶？怎么不见龙主子？应该去忙了。怎么了？没什么，只是东神域9大势力遭到了挑衅，这些不重要。到底怎么了？有2个不知自何处来的人将神赌阁赢了个精光啊！愿赌服输，莫不是输不起？那个女子来路奇怪，我们怀疑她是故意来我神赌阁，将神赌阁的至宝全部都赢了去。神赌阁内更是有一把镇阁的神器，以及几个赤珠果。那女子也想将之收为己有。没事，不重要，不要为这些事情烦心。我只想一直安安静静的陪着你。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清晨的重要。赤珠果，那是我最喜欢的食物。席夫妇，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敢在神赌阁出老千？不知道啊，那2人身手怪异，竟不似我神域之人。放心，你们9大势力是聂月公子罩着的，必然不会受到任何委屈。龙大，咱们一起去看看去，毕竟你的势力也是我的。好不容易想跟媳妇儿好好过一会儿2人世界，结果又被人给搅和了。你说的对，竟敢动本尊给清晨你的聘礼，实在是该死。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不早点来说？这说好的不重要呢？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带路？你们输了，输得精光，所以自今日起，这神赌阁也将是我的。我竟是将整个神赌阁给输掉了！你出老千，你使诈！是吗？那你倒是说说，我使什么诈了？哼，说不出来吗？既如此，将东西都给我，否则休怪我不客气。我记得阁主出去了，说是找救兵去了。不自量力，若非是看在神赌阁内有一把神器，我还真不屑于来此。神域啊，原来不过如此。神赌阁的神器，阁下似乎还没有资格来取。阁主，我真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呀！莫非是输不起，搬来了救星？此人并非神域之人。早前就听闻神域之人神勇无比，尤其是神域的一位战尊阁下，更是了不得。现在看来，原来除去那战尊不过也尔尔，又或许甚至连那所谓的战尊，不过都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哼，毕竟传言不可尽信。哦，听说你赢了赌神？正是，神赌阁的规则在那，只要能够赢了赌神，便可得到上头的宝物。如今我连胜数场，上头所有的宝物都是我的了。神赌阁的确是有这个规则，只不过姑娘似乎想得太简单了。想要赢得神器，就得赢过神赌阁所有的赌神。我早打探过了，神赌阁只有这一个赌神。谁说的？神赌阁内还有另外一个赌神。是谁？我。所以你必须再赢了我，才能拿到神器，否则你只能拿到最简单的奖品。我是想让聂月公子来抓老千的，不是来给人送神器的呀！哎呀，不错，这位姑娘的确是我们神赌阁前阵子新来的赌神，与灵赌神一道，代表着我们神赌阁。神赌阁主，你确定这姑娘也是赌神，代表着神赌阁？我媳妇就是厉害。当然，我们神赌阁的事情，谁敢有异议？哎，我想起来了，那是清晨姑娘，我曾经与她有过一面之缘，战尊的战铠便是被她拥有了。好，你既要来自取其辱，那我奉陪。说吧，你想怎么赌？你是宾客，由你决定。
所谓最简单的，往往是最难的。刚才我已经与另外一个赌神赌了其余的，那不如同你赌一赌这最简单的。这头子比大小。哦，比大小？怎么，敢不敢？好，3局2胜，是我赢了，那么这整个赌坊内的宝物全都是我的。好，若你输了，请你怎么进来的，怎么滚出去。我多小，真是个蠢女人，就这还想与我的天灵之力相比，简直是痴人说梦啊！122是小，竟真是小，莫急。好一个赌神呢，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3局2胜，尚未到最后，还真以为岳倾城有多少本事，特地留了个心眼。现在，哼，我给你个机会，说你现在认输，我或许留你个体面。当然，前提是你将那战甲交出来。就你？当然，一个战甲换取一个神赌阁。这位姑娘，我看你挺美的。谁？堂而皇之的如此夸赞我？想得美，咋却长得这么丑呢？哎，可惜了。这战甲，你是给还是不给？不给。好，再来。你是客人，你先压。怎么回事？绝天女，怎么了？阁下，时间到了。不可能！难道真的是这个女人做了什么？还是说离开了天域，天灵之力就不稳了？大，是小，赌神赢了，赢了，总算我有一点希望了。不好意思，这一局我赢了。是你动我手脚，你出老千！阁下真爱说笑，众目睽睽之下，我能动什么手脚？你这才输1局，就说我出老千，那是不是意味着方才你赢的每一局也是靠着歪门邪道完成的？胡说八道！区区一个小赌坊，也值得我出老千吗？第3局，来，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最后一轮，我必然会胜。4局，我赌大。你确定？哼，不错。好，那我就赌小。这个臭丫头，竟操控得了这头子！怎么了？有何异议吗？姑娘别急，一会儿就出成果了。怎么可能？这臭丫头怎会有如此能耐？姑娘，要开奖了。天哪，是小！倾城姑娘胜了，赌神胜了！倾城姑娘真的是赌神，真的是赌神呀！姑娘，承让了。是你是故意的，你故意的，你故意操控了赌桌，改了赌桌上的局面。哦，姑娘何出此言？莫非，姑娘你能看到赌桌上的一切？姑娘，你输了，所以这神赌阁的一切全都不属于你。哼，走着瞧。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奉劝姑娘一句，不属于你的东西，永远别去肖想。掌门师傅，我们此次下山招仙，又不曾招收新的弟子。该死！降低条件，我就不信了，不行。如今几乎所有的人都冲着无极门而去，他们说无极门的倾城姑娘英勇无双，又是战尊阁下当年创办的，所以所有人都想搏一搏进入无极门，坚决不入与无极门对立的凌云门。滚！万掌门，谁？你们是谁？万掌门，我家主人让我们前来捎话，若是万掌门想重回巅峰，我家主人愿意助您一臂之力。你们家主人又是谁？我家主人乃是战尊的师傅。战尊？哼，他可真是害惨了我。他创办的无极门害得我凌云门如今青黄不接，他的师傅如今又想做什么？我家主人可以帮你凌云重回万山巅峰，但是条件是你需要帮我家主人生擒住一人。谁？岳倾城。这不可能，那丫头的能力有目共睹，更何况她还有东神域太子这个靠山。莫着急，我家主人有法子。我家主人探查到那个女人有2个儿子，正在神庙。可是我如何擒住他们呀？神庙那可是何等神圣强大的地方，我进不去啊！这你就不必担忧了，我家主人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另外，这里是一颗神级丹药，你只需服下它，实力便会有所突破。神使爷爷，神使爷爷，我已经突破了圣者4重境，我也刚刚突破到了丹圣巅峰。那2人的孩子果真是逆天，不过才5岁呀，竟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如此实力，放眼整个神域，那都是佼佼者。
不错，你们既然这么厉害，那吾等也便放心离开了。神使爷爷要离开了？不错，九界守护者突然召唤，想来应该是有大事，吾等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小叶、小莫，你们二人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修炼，或者吾等会派神庙之中的人将你二人暂时送到你们爹娘身侧，你们呢自己选择。神使爷爷，你们要是有要紧的事情，赶紧先离开吧，我们可以自己去找爹娘。不错，护送他们离开此处。小莫哥哥，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找爹爹娘亲了。走，我们出去。飞天兽，等一等。小叶弟弟，他说他要将我们顺利的送到娘亲所在，不然是不会停留的。可是过2天就是娘亲的生辰了，马上就是娘亲的生辰，原本想着抽个空去找娘亲的，没想到就是这么巧，神使爷爷竟然有事去了。娘亲的生辰，我从未参与过。小莫哥哥，你说娘亲会喜欢什么呢？去年娘亲生辰，我给娘亲送了一只簪子。我记得我们以前送过娘亲一个普通的法器，不如这一次生辰，咱们一同送她一个更厉害的法器吧。一来方便娘亲随身佩戴，二来则是展示我们如今的实力，告诉娘亲我们有本事保护好她了。好，那小莫哥哥，我们分开寻找吧，这急事实在是太大了。掌门师傅，您确定要抓住的是那2个孩童吗？上，抓了他们！可是，那是2个孩子啊！这2个小孩乃是妖异之人，我们身为万山林之人，要弘扬正气。你们2人去抓那个白衣小孩，我去抓黑衣小孩，切记一定要抓住，只有抓住了他们，方能弘扬我们凌云门的名气。好可惜，没有好东西。咦，2位，请问你们是有什么事吗？哎呀，小家伙，还请你跟我走一趟。嘿嘿，2位大哥哥，你们是要绑架我吗？这么说，你们真的是坏人了？那我的运气真不错。这小孩莫非是个傻的？我正愁着没人来给我新炼制的丹药当试验品。2位大哥哥，那就你们了。果然是妖头，掌门师傅说的对，这样的妖头一定要抓住，不能让他为祸人间。我们凌云门虽然已经不再是万山林之首，但是毕竟肩负着维系神域太平的责任。妖头邪元灵体，从前在灵域的时候，我曾被神庙的传承断定为邪元灵体。虽然被娘亲开导过，但是这件事始终是心底的一根刺。妖头？是啊，你们说的对，我就是妖头。你要做什么？当然做妖童该做的事情。小叶弟弟，小叶弟弟，没事了，没事了。小莫哥哥，他们说我是妖童，要将我抓走，我是不是真的是妖童？这2个人胆敢来此激怒小叶弟弟，简直是该死！谁说的？难道不是吗？我们掌门说了，你们是妖头，若不将你们抓住，只会为祸神域。我向掌门交代过了，一定要抓住你们，只有如此，方能为神域除害。凌云门只是一个落魄宗门，还敢在此嚣张？我可记得清楚，那凌云门当初妄图对付娘亲的无极门，最后落败了。这凌云掌门绝非善类，即便落魄，却依旧是万山林之一。小子，你若敢做任何危害神域之事，我凌云门以及掌门断不会放过你。这2个弟子被那位掌门当枪使了。凌云掌门，那不就是当初在万山之笔上号令各大宗门围攻无极门的人吗？蠢货，有本事让你们掌门亲自过来！狂妄小儿，敢在此大放厥词！这2个小子绝非是等闲之辈。不过我早已服用了战尊师傅所给的丹药，实力连续提升了2级，我根本无所畏惧。你想抓我们？跟我走，否则别怪本座不客气。小叶弟弟，别怕，哥哥保护你。还有，记好了，你不是妖童，不管你是什么，你永远是哥哥保护着的弟弟，是爹娘的掌心宠。让我们跟你走，你大可以试试，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小子，看来你还真有2下子。听说你们是那贱人的儿子，休得侮辱我娘！你娘害得我们凌云门落到如此境地，母债子偿，这笔债本座先向你们2人讨还吧。哼，2个臭小子！
等我抓到了你们，送到了该去的地方，制服了你们的娘亲，我定要亲手弄死你们！弄死我们，你还不够格！啊！金光，莫非是天龙之力？这不可能！天龙之力唯有东神域的皇室才有。根据调查显示，那个叫做清晨的丫头，不过就是来自下三域，她的孩子应该是出身低贱，血脉卑微，怎么会有天龙之力呢？天龙出！是天龙！小莫哥哥，你果然继承了爹爹的血脉。不对，爹爹乃是神龙血脉，我不过只是天龙罢了。天龙也很厉害，我的哥哥果然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所以小叶弟弟，以后你只要安安心心的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其余的事情哥哥会帮你解决。小莫哥哥，以后小叶会乖乖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傻弟弟，他们的父亲真的是神龙血脉，神龙之主。掌门师傅，你不是说这两个孩子是妖童吗？为何他们是神龙之主的儿子啊？你要做什么？你想靠着我们来抓我娘，是不是？主人，这个人的眼睛之中有奇怪的力量，他被一道怪力束缚住了。主人，是谁束缚住了你？指使你来抓我娘？臭小子，你最好放开我！我乃凌云门主，你若敢动我3分，你便是与整个凌云门跟万山林为敌。与万山林为敌是吗？凌云门算个什么东西？好像算个屁！说，谁让你抓我娘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命令我抓走你们，再逼迫你娘前去。谁敢动我娘？该死！那个人是谁？哼，小莫哥哥，看我的！哼，坏家伙！我告诉你，这是我精心炼制出的穿心烂肠丹。若是没有解药，只要1刻钟，你就会穿心烂肠，变成一个空壳子。另外，莫说假话，我这穿心烂肠丹有检测话语真假的功能。你若是说了一句假话，只会加速毒发。我说是战尊的师傅，战尊的师傅派他的座下青巫来告诉我，让我抓住你们2人，牵制住岳清晨，他要将岳清晨抓获。掌门师傅，你说什么？原来你是为了这一己私欲！我都说了，你可以放了我了吧？战尊的师傅，我们是知道的，娘亲一直在寻找战尊的踪迹，而如今那战尊的师傅突然横空出世，就想抓走娘亲。战尊的师傅，他为何要抓我娘？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那你为何要帮他？他说我只要是帮了他便许给我至高无上的地位。哼，抓了我娘，你们如何会合？他说等我抓到你们2人，便让我将你们送到城郊东10里地，到时候让我通知岳清晨自己孤身1人前往。小公子，我该说的都说了，你可以放了我了吧？哼，坏蛋，想抓我们也就算了，坏心思还动到了我娘身上，就这还想让我们放了你，真是痴人说梦。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先留下解药啊！黑心肝的坏东西，就该烂肠子烂肚子。小莫哥哥，我们走。臭小子，你们骗我！你们骗我！还愣着做什么？快将我带回去！快救我呀！掌门师傅，快帮我催动这珠子！只要这珠子催动了，我定能得救。那2个臭小子必死无疑，必死无疑啊！掌门师傅，那2个孩子是神龙之主的儿子，不能杀！混账东西！你们胆敢违背本座的意思！清晨姑娘也早已得到了战尊的战甲，得到了战尊的传承，你不能用她来束缚住清晨姑娘。她当年在东神域与神龙之主一道，在兽魔大会上几乎拼尽自己的性命击杀恶魔一族，这件事情有目共睹。她与战尊一样，都在保护着神域，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伤害她跟她的儿子。反了啊！反了！你们乃是我凌云门的弟子，你们敢违反宗门的旨意，也不怕被赶出去吗？掌门师傅，您是凌云门掌门，不该做这些，现在回头并不晚。蠢货！你们若继续违背本座的旨意，本座必严惩。今日我们以为掌门师傅你是要匡扶正义，却没想到竟是为了一己私欲行龌龊之事。如此凌云门，
即便我们违背了旨意，又如何？这样的凌云门，我们不待也罢。好了，我们解脱了，现在我们该去向清晨姑娘请罪了。小莫哥哥，你听到了吗？好像有个很厉害的人要对付娘亲。东城郊10里地，我们不如先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不行，那个人自称是战尊的师傅，实力定然不凡，不可轻举妄动。那小莫哥哥，莫着急，看我的！哇，小莫哥哥，你在操控树叶吗？不错。失败了，失败了！该死，竟然毫无作用！该死呀！本尊耗费了这么大的功夫，竟然都不行！主人，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按照主人您的吩咐，前去找了一个傀儡，他会帮您抓住那2个孩子，抓住岳清晨的。等抓住了岳清晨，主人您就会突破大成了。那臭丫头打破了本尊在红石村的计划，不过也无妨。那臭丫头既然是战尊的血脉，以她的灵魂来给本尊修炼，效果定然能胜过那些孩童跟神兽。本尊也算是因祸得福了。谁？有人闯进来了！哼，你爷爷！你，该死！神识在握，是什么人竟有如此的本事？不仅能够以物传递神识，甚至能隔空出手。坏蛋，你竟然想在这里害人！我要替天行道！哼，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尊面前使用？哥哥，你怎么样？我没事，快，咱们赶紧去找娘亲，告诉她这里的情况。我已经都勘察完毕了，在那个血池之中有一个怪物，那个怪物甚至擒拿了10个身穿战甲的人。直觉告诉我，那10个身穿相似铠甲的人来路不凡，或许与那个战尊有关。果然在这里，主人探测的不错，那2个小鬼还真在这个位置。是那个怪物身边的2只大鸟。小叶，你先走。这其中一个小鬼竟然是天龙血脉啊！主人一定很喜欢，很喜欢。这只小天龙一定很好吃。既然想吃我看你们想吃屁！啊！小天龙，你要小心啊！小天龙不过才刚刚觉醒，摸不准他实力到底为何。区区2只大鸟而已，哼！我天龙一族才不会放在眼底呢。怎么样，你们玩完了吗？现在要轮到我了。主人，你放心，都解决了。啊，好好看，好可爱的小孩子，这绝对是我们天龙一族之中最漂亮、最可爱的主人，我实在是太幸运了。真好，干得漂亮！主人的实力进一步突破了，我们的战斗力也跟着提升了。主人甚至还以那10个人的血肉魂魄，以及他自己的力量，在滋养着我们的神魄。只恨我现在还被困于修炼阵之中，无法出来。若不然以我的实力，一手捏碎那2个孩子，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本尊以自己的3成力量滋养你们，你们定要将那2个小孩童抓回来。是。臭小子，已经刺瞎了我1只眼。臭小子，我家主人只说让我们捉活的，却不曾说不让我们伤你。你弄残了我的1只眼睛，我也要戳瞎你们的双眼！必须要抓住那2个小子，必须要！是爹爹和娘亲。臭小子，怎么回事？娘亲，这2只大鸟是战尊师傅的，他们想抓我们来要挟娘亲。那个战尊的师傅坐在血池之中，他的身边有好多奇怪的人，还有小叶弟弟突然体内溢出了奇怪的红光。娘亲，小叶弟弟会不会有事？小叶，那是邪元灵体，这种体质乃是万年一见。如今灵体已经开始觉醒了，不知是祸是福。爹爹，娘亲，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我有些控制不住一些奇怪的力量。我会不会真的是怪物？你不是怪物，是我们的儿子。岳清晨，你总算是来了。是你，这一切都是你所为。没想到我那徒儿竟然还真的留下了一个女儿，
不愧是我的乖徒儿，实在是深得我心给我的馈赠。知道为师需要就留下来。这个丫头的血脉非同寻常，倘若以她来入血池，以她的魂魄来摆放我的修炼阵，我将会突破到无与伦比的境地。莫说是这神域或者是9界了，只怕我能扶摇直上，横扫千虚，一统天下。哼，畜生，你也配！破天弩，看来战尊的女儿还真的是有两下子。不错，这些以后都是本尊的了。不过只是个毛头小子罢了，竟也觉得能奈何得了本尊。龙大，你照顾好2个孩子。臭丫头，你爹都是本尊一手调教出来的，本尊就不信你能有什么本事。畜生，找死！该死该死！胆敢破坏本尊的好事，神龙之主岳清晨，本尊跟你们拼了拼了！去杀了那个臭丫头！是。神龙之主，未曾想会在这里遇到你。也好，就让本尊好好会会你。该死！一只连脸都不敢露的畜生，胆敢在本尊跟前叫嚣！爹爹，娘亲，那只鸟身上有个东西要逃跑。想跑？混账东西！你以为囚禁得了本尊吗？你做梦！爹爹，那只鸟周身有个人，那个人长得好恐怖。小叶弟弟，你确定有个人？对，莫非这便是觉醒了邪元灵体的功效？别怕，爹会宰了他。那个力量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哼，想宰了本尊？做梦！本尊的手下可是有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你们总算是没有让我失望，你们也算是跟了我这么多年，如今该是你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了。杀！他们好厉害！啊，他们好厉害！他们当然厉害，本尊养了他们这么多年，他们是战无不胜的。岳清晨，我原本只想抓了你，与你好好沟通，甚至达成合作，可是你就是不知好歹。现在休要怪本尊不客气了，杀了那丫头，本尊要她的身躯与灵魂。畜生，大言不惭！臭丫头，就凭你还想对付这支队伍？这可是战尊当年的灭天呐！战尊当初费尽心思组建了这支灭天，甚至足以与天道对抗。你不过就是一个黄毛丫头罢了，你能有什么本事？该结束了！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来啊，有本事真杀了我！还等什么？继续上！混账东西，你们做什么？废物，一群废物，都在做什么呢？本尊养了你们这么久，你们胆敢不听本尊的号令？快去杀了他！杀了这几个人呢！娘亲，他们好像在抗拒那道命令。是的，他们在抗拒，那血池之中的人在命令他们做事儿，但是他们不从。娘亲，之前我以神识探查到，那群人就躺在血池边上，他们被那个怪物操控了。他们会是熟人吗？是他们？会是他们吗？废物，快去啊！去吧，上前去吧，杀了那个丫头，杀了她！我就说，怎么会有人能挡得住我这么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法术？我曾经控制了很多人，再厉害的活人我都能够操控，更何况是这群已经被我养了20年的傀儡。不要伤害他们，他们是战尊的人，便是我的家人。战尊的战甲告诉我，他们不会伤害我的，他们是我的家人。只要瓦解了那道神魂，或许一切就都会结束了。本尊乃是战尊的师傅，你以为凭你一个黄毛小子，真的能奈何得了我？小子，有这个力气，倒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对付我的傀儡。战尊不愧是本尊的乖徒儿啊，可真是给本尊留了个最好的东西。怎么回事？震碎了腿骨，他们便再也无法往前围攻。
再也不用听从那疯子的召唤了。废物，废物啊！本尊养了你20年，你竟敢这般不听话！住手，住手！娘亲，他们断了自己的腿了，他们一定好疼好疼吧？够了，我代表战尊命令你们，不许再出手！一群没有用的东西，竟然你们这么不听话，那就毁灭吧！不，该死！竟不曾想到我的命令会第2次失效。娘亲，现在要弄死他吗？战尊的师傅，你到底想做什么？为何要这样对待灭天？臭丫头，灭天战队就是战尊成立的，战尊又是我的徒儿，如今他不在，理应由本尊来接管。本尊要他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说，否则我现在将你打得烟消云散。因为灭天可以与天道对抗，战尊将灭天战队调教得如此优秀，本尊若是将之收入麾下，岂不是如虎添翼？娘亲，他囚禁的不仅仅是灭天，还有一个长得跟你很像的女人。带我去！我娘的话，你竟然敢不听，该打！血缘之气，臭小子，你竟敢用血缘之气对付本尊！哼，不管是什么猎，反正现在能对付你的都是好东西。我说，我带你们去。好，不错，就是这里。我之前以神识探入的便是这儿。娘亲，你快看，就是那个人，那个人跟你长得好像啊。娘亲，他跟你长得好像一模一样。娘亲，他是谁？她呀，是你们的外婆，你们的亲外婆。娘亲，你不要伤心，外婆会醒来的，一定会的。娘亲不伤心，骗人！要是我们看到娘亲你变成这样，我们会伤心欲绝的。所以，娘亲的娘亲在这里受伤了，娘亲你肯定好难受。为什么？当初你指使顾婉书，让9界之人带走了战尊，又残杀了灭天。战尊是你一手带起来的徒弟啊，你怎么舍得？怎么舍得？不为什么，只因他不听话。不听话？本尊悉心教导了他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等他长大了，功成名就了，本尊想与他一起干一番大事。可是战尊呢？他竟然想卸甲归田，这简直就是笑话！他可是这神域内鼎鼎有名的战尊呢，是受万人敬仰的战尊呢，甚至于到了9界也能在9界数得上号。曾经的他乃是本尊的骄傲，可是强悍如他，他竟然想要卸甲归田，你说这是多么的可笑！所以，你宁愿毁了他？当然。他是本尊一手调教出来的，便是本尊的人。本尊若是喜欢，就将他留着重用；若是不喜欢了，本尊当然有资格将他丢弃，将他毁掉。这感觉可真是好啊！亲手调教，亲手毁灭，你可真是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啊！臭丫头，你放肆！战尊是本一手调教出来的，你是战尊的女儿，就等同于你也是本尊的所有物。所有物？怪物！这么多年的血池，全都进了你脑子了。今天我就把你打得清醒清醒。你父亲最终都奈何不了本尊，就你。我父亲是不愿意脏了手除去你，所以等着我来。臭丫头，你破坏了本尊这么多年精心筹划的一切，你该死，该死！本尊消耗毕生修炼的邪丹，你也品尝一下吧。什么？怎么会？阁下耗费毕生搞出来的邪丹，原来不过尔尔。如何？我耗费3天炼制出来的解药，娘亲好棒！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可能。怪物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既然如此，那我就拉你出来晒晒太阳吧。不要！臭丫头，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能这么对我！臭丫头，
我知道你想要替你父亲报仇，但是你杀了我是帮你父亲报不了仇的。我是你父亲的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的父亲是最尊教守义，若是让他知道自己辛辛苦苦保下来的女儿却那样对待他的师傅，他是不会原谅你，也一定不会原谅他自己的。狗东西，你不配当我父亲的师傅！从你嘴里要是再敢说出一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话，我现在就弄死你！呀，臭丫头，你会后悔的！爹爹，是不是娘亲这样就能不那么伤心了？也许吧。小叶弟弟，等我们回去了，我们一定要好好修炼，你不可以再偷懒了，我们一定要变得很强很强，就算保护不了娘亲，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害，娘亲才不会伤心的。我们一定不能再看到娘亲为我们伤心了。好，我一定会的。儿子真的长大了，懂事了。丫头，我知道你要替你父亲报仇，可是我若死了，对你而言并无任何的好处。我可以跟你商量，你放了我们合作，以你现在的能力以及神龙之主的力量，想要颠覆这个世界不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放了我，与我合作，这整个天下我们共享。不，这天下给你，本尊愿听从你的号令。天下呀，比起天下，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将你好好折磨致死呢。剁碎这一只手的疼痛，应该与娘亲所承受的疼痛差不多了吧？狗东西，怎么样？这滋味好受吗？应该还不错吧。我娘身上的伤似乎远比你的多得多了。真尊怎么会有你这样歹毒的女儿？她是那般的仁义，兼济天下。那般仁义，所以一辈子都被你耍在手掌心。与其仁义，不如狠毒。你看，你现在不就是倒在歹毒的我的手下？这丫头是个难缠的主，难怪古玩书败在了她的手中，我的计划也被她打乱了。我败了，这个肉身是用不了了。既然如此，倒不如干脆的认输。毕竟我还有8成的魂魄在外，只要能守住那8成的魂魄就行。守住了8成魂魄，我便可以随便找个身躯夺舍了，然后东山再起。杀了我吧，是我错了，是我对不住战尊，我不该那样对我的徒儿，我不该那样对待你。既然认错了，那我问你，我父亲是被谁抓去的？他在九界何处？这我不知道。臭东西，想要神魂抽离是不是？娘亲，你别担心，小叶帮你抓住他。臭东西，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要找到你的其余神魂呀？那我帮你一把吧。娘亲，这老东西还想跑，怎么办？我知道了，娘亲之前心情不好，只要好好的揍这个丑东西，娘亲的心情就会好很多。娘亲，我帮你揍他。不，放了我！我告诉你，你父亲如今在何处？放了我！若是神魂都消散，那么我就彻底的死了。说，他的确是在九界，他在南天界。何人带走了他？南天界的一个大家族，具体是谁，本尊不知。连对方是谁都不清楚，你却愿意将自己的徒儿交出去，果真是畜生不如。娘亲不要生气，小叶宝宝帮你。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当初北渊他在神域大展身手，机缘巧合被南天界看上，踏入了九界，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是南天界后来找到我，他们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练就丹邪，成就大成，只是为了能够将北渊抓回去。北渊，这便是我父亲的名字吧？丫头，我该说的都说了，你放了我！哼，你这个茅坑里出来的臭东西，你又惹我娘亲伤心，让我娘亲生气了，我讨厌你！臭丫头，臭小子，你们说话不算话！哇，小叶弟弟，原来你这么厉害！娘亲，坏蛋死掉了！父亲，您的仇我们替你报了。娘亲，娘亲，你是不是害怕小叶宝宝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那样奇怪的力量。娘亲，是不是那个力量是妖童的气息？
经此一事，小叶从前隐藏的天赋是彻底的觉醒了。小阡陌乃是先天之体，万年一见；小叶的体质则是更罕见了。怎么会？你是娘亲的儿子，娘亲怎会害怕你？我的2个儿子呀，都是天下最好的。这是身上的邪气渐渐的散去了。娘亲，怎么了？无碍，只是我担心他们醒来，或许会与往昔不同了。他们的魂魄都好虚弱，近乎烟消云散了。他们的魂魄被邪尊炼丹，魂魄全都被邪尊提炼了。那坏东西真是坏透了。苍明，你人呢？娘亲，苍明爷爷昏过去了。咦，娘亲，好奇怪，我现在竟然可以看到从人身上脱离的神魂。这是你与众不同的能力，小叶，你是独一无二的。上天既然赐给你这样的能力，你便要善用它。我知道了，原来我有这个能力，是为了来跟娘亲跟外公一起保护天下的。外公是神域的战尊，娘亲又是战尊之女，我拥有了这奇特的力量，总算可以跟娘亲一起拯救天下，一起保护娘亲了。是的，小叶是个很厉害的小英雄呢。我先去将苍明爷爷弄醒。小主子，怎么了？我怎么突然昏过去了？苍明，你终于醒了，再睡下去，黄花菜都凉了。小主子，我不知道怎么了，方才在靠近这里后，魂魄就好像被人吸走，瞬间全身无力。那血池是专门用来提炼你们魂魄的。小主子，那是灭天。真的是灭天，是他们，我认得他们。奶奶个腿的，他们怎么这么整整齐齐的排在这里，只留下老子一个孤零零的待在这儿？小主子，你靠近一点，让我仔细看看。哎，我的肉身竟然也在这里，原来我也没被他们给抛弃啊！还好，没脱离大部队。苍明爷爷，你想出来吗？当然要出来，我找到我的肉身了，战甲如今已经被小主子拿到，我的使命便已完成了。我要回到肉身，跟其余的兄弟一起再重振旗鼓，威慑神域。好，那我拉你出来。小屁孩，你怎么拉我出来？你娘亲说过了，我以后要学会多助人为乐。苍明爷爷，你看，我帮你出来了哟。一个5岁的小屁孩竟然能够操控人的魂魄，要知道当年战尊将我的那一缕魂魄打入战甲之中，几乎是耗费了全身的力量的呀。好啦，苍明爷爷，你不用谢我。老子总算找到自己的躯体了，等回到老子自己的身体里去，老子就还会是这天罡最帅的。怎么回事？魂魄被动离体，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回去？那怎么办？回不去我的身体，难道我要成为孤魂野鬼了吗？小主子，我现在回去战甲里还来得及吗？想回到战甲里是不可能了。我乃是天罡13将之中最帅的，要是就这么成为孤魂野鬼了，实在是太冤了。娘亲，我也无可奈何。不过娘亲，我马上就去好好修炼，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替他们魂魄归位。不必，娘亲有法子。我咋忘了？我家小主子好像是什么老祖宗转世，这么牛逼哄哄的身份，有什么能够难得住他的？龙大，封印住四方，相信我。不可胡来。我不会胡来的，他们是我的家人，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这样。他们一日魂魄不回归身体，便随时面临着灰飞烟灭的危险。爹爹，娘亲想要做什么？她想如何让他们魂魄归位？爹爹，娘亲会不会受伤？我看她的表情好像很严肃，我有点担心。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一定。魂魄都归位了，他们都回去了。成功了，小清晨。爹爹，娘亲！闭嘴！敢吵到你们娘亲，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啊，为毛受伤的总是我们？那爹爹，我们现在先离开这里，其余再说。